欢迎回来。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储存罐将在2022年用完，如何处置100多万吨污水，成为近期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周二上午，日本政府正式作出将核废水排入海洋的处理决定，计划将在2年后实施。消息一出，引发国际舆论的震荡。中国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日方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这种做法极其不负责任，将严重损害国际公共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益。有学者表示，受影响国家可以引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日本政府发起诉讼。10年前的3月11号，日本爆发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9级强震及伴随而来的海啸，使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受损，3个反应堆熔毁。事故发生后，为冷却核反应堆，必须持续每天用多达150吨的冷水降温，而使用过的冷却水被核反应堆污染后无处安放。东京电力公司不得已在附近设置了将近1000个水罐进行储存。截至目前，储水罐已累计约124万吨核废水，137万吨总容量将在2022年秋天达到极限。关于如何处置大量的核废水的讨论已经维持数年。周二上午，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将核废水排放入海。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这是推进废堆工作时无法避开的课题，在切实确保处理水安全性的同时，将采取一切措施保护日本渔业、农业和水产业。但一直反对将核废水排海处理的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岸红并不买账。同一天发声明称，对日本政府的最终决定感到极其遗憾，无法容忍，直言这是践踏日本全国渔业从业者感受的行为。福岛核灾10年后，中韩及其他15个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对日本农渔产品实施进口限制，而一旦排放废水，消费者未来更加不敢食用福岛的农渔业产品。事实上，在日本政府尚未做出正式决定之前，日本民众早已展现担忧和不满。据此前一份民调显示，50%日本人不同意核废水排放入海的方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对本国民众负责，对国际公共利益负责。周二，福岛县多个市民团体在福岛县政府前集会，将近70名示威者高举"不要排放入海，民众不支持日本政府决定"的标语。近期，其遭受着若干的丑闻的影响。所以它的政权的稳定性遭到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以这样一个背景，菅义伟政府必须要做出一些重大的决断，来向国内显示它的政治的这个引领力。那么解决核废水排放问题，对于日本国内来说，那肯定是利益相关方，尤其是日本渔民是极度的反对的。那么后续不排除他以经济赔偿的方式来息事宁人。日本排放核废水，地理位置上最近的韩国将第一个受到影响。韩国政府周二召开了紧急会议，对于日本将核污水排放到太平洋的决定表示遗憾。韩国希望日本能够透明公开福岛的核污水处理信息，并对处理措施进行验证。与此同时，众多韩国民众周二自发来到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抗议，强烈反对日本的决定。相关报道显示，韩国已经有31个反核和环保的民间组织的联盟进行声明，表示强烈谴责日本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周二发表声明，对日方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核废水表示严重关切。声明指，福岛核事故是迄今全球发生的最严重核事故之一，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方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的情况下，不顾国内外质疑和反对，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充分协商，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这种做法极其不负责任，将严重损害国际公共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益。世界卫视注意到，外交部发表声明后，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连发3条推文，再次对日方的这一决定发出灵魂拷问：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做的事吗？周二下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对此事进行回应，重申海洋是人类共同财产，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处置问题并不只是日本国内问题。我们强烈敦促日方认清自身责任，秉持科学态度，履行国际义务，对国际社会、周边国家以及本国国民的严重关切作出应有回应。日本
应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在同各利益攸关国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前，不得擅自启动排海。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针对有记者提到核设施正常运转时都会产生废水，中韩与欧美等国也都根据各国的标准排放到海洋和大气中。赵立坚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最高等级的核事故，其产生的废水同正常运行的核电站废水完全是两码事，否则这些年日方也就没有必要用罐子把这些水严密地封装起来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分析指出，核电站或核武器爆炸后释放到环境中，对人和生物影响最大的是放射性核素，主要有铯89、铯90、铯137、碘131、碳14和钚239等。由于这些核素的半衰期都比较长，它们可以通过饮水、食品等进入人体，对人体组织和器官造成伤害。据法国放射线防护与原子力安全研究所于2011年10月发表的报告指出，由于福岛海岸附近洋流比较活跃，造成放射性物质大量弥散，而福岛县在事故后对县内38万儿童进行检查，截至2018年已有159人确诊患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气候变化与生态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新华向深圳卫视表示，日本如今一意孤行决定把核废水排放到海洋，势必进一步加剧海洋污染，并严重影响人类生命安全。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去年10月警告，福岛核污水超过120万吨，其中含有放射性同位素氚和碳14，而碳14在数千年内都存在危险，并可能造成基因损害。像碘129呢，可以导致这个甲状腺癌，铯90呢，更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列入一类的这个致癌物清单，抑制这个白血病。那么氚呢，是一种放射性元素氢的同位素，氚水呢比水稍微重一些，几乎无法区分出来。所以用目前的技术来说的话，这个氚水与水混合后，极难的这个分解。放射性核废料将排放到这个海洋当中呢，将会对这个环境和人类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放射性物质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一个标准线。此外，日本此举还对海洋生物和海洋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此前有研究人员发现，福岛附近海域一些动植物因基因突变而产生异常，如最近发现的角口鲨背脊只有1个，正常的角口鲨原本有2个背脊。而且核污染水并非只影响周边国家和海域，通过洋流可以影响到更为遥远的国家。加拿大近期已经在其西海岸的3尾鱼身上检测到铯134放射性元素，说明日本福岛核污染已经扩散到北美地区。在美国夏威夷海域，放射物含量的水平已经达到先前的2倍。如果海洋生物遭到污染，人类也会因食用这些鱼类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根据这个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呢，就是这个福岛沿岸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洋流。如果从排放之日起的57天内的话，这个放射性物质将会扩散到太平洋大半个区域，10年后将蔓延到全球的海域。所以的话，就是目前的话，这个脆弱的这个全球生态海洋的这个生态环境已经面临的这个很多的挑战。而福岛核电站的主营公司东京电力公司则极力淡化核污染水的危害性，在一份声明中丢洗脑包称，核废水排入海洋前，放射性有害物质氚的含量将被稀释至日本国家标准的1/40， WHO 饮水标准的约1/7。东电还拿出一份所谓的测量数据称，处理过的废水中碳14的浓度非常低，即便每天饮用2升这些水也不会影响健康。但讽刺的是，去年9月菅义伟视察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视频被网友挖了出来，在网络上被热传。菅义伟当时询问后得知废水稀释了能喝，犹豫了片刻，最终他没有选择饮用。实际上，日本处理核废水的方式其实并不只有排海一种。2013年至今，日本政府一共提出了5种解决核废水的办法，分别是建设长期储存罐、排入海洋、通过蒸汽释放、进行氢气释放和掩埋。唐新华表示，日本政府并没有选择最安全的做法，而是选择了最省钱的办法。
而且可怕的是，日本可能把核废水排放当作一项持续性工作，排放时间可能长达30年。如果日本开了这个先河，以后就会有无数吨废水垃圾流入大海。其实日本是有基础、有条件在这个福岛的第一核电站所在的地区和周边的无人区建设这种更多的这个长期储存罐的。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能将这个核辐射扩散的这个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样的保存是目前最为环保的一种选择。日本的这个经济产业省的这个污水处理专家在之前的这个分析当中也是建议，就是通过这种核废水这个储存的这种方案，但是最后排除了这个方案。原因据他们宣称是这需要大量的这个协调。和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上一片反对声浪中，美国却为日本的决定撑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我们感谢日本在宣布排放核废水这一决定时，做出了透明公开的努力。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保持合作。”除了布林肯的个人账号外，他执掌的美国国务院也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该做法符合安全标准为由，对日本政府排放核废水的决定表示支持。其实在日本之前，我们知道美欧等部分国家其实就直接在海洋里进行了核试验，那么这对海洋的环境发展是造成了重大的这个创伤的。那么之所以日本在排放核废水问题上，西方国家抱以一种默许的态度，或许与这当中的某些因素是有关联的。对于布林肯大力夸赞日本做法透明，知名环保专家美国阿拉斯加大学教授里克斯坦纳对此表示不赞同。他在接受 CGTN 采访时说，别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了，即便是东京电力公司的负责人都不清楚目前储水罐内的核废水究竟还剩哪些放射性元素。 The owner of the plant has been very non-transparent about what's in the tanks. They only finally reported that there was carbon-14 in the contaminated water in these tanks. 针对美国国务院声明称，日本核废水入海大概率符合全球公认的核安全标准，赵立坚表示，希望美方在其真正的环境问题上对事不对人。美方向来重视环境问题，希望美方在真正的环境问题上对事不对人，不要让这个重视被打上引号。